萧炎点点头，而后白煞鬼王眼神微眯起来，然后看向萧炎他们道：据我所知，就算你们找到明九王大人，他们应该也不能复活你的那些亲人重要之人的魂魄。这个我已经有所了解，我们需要找到明九王前辈，然后通过他们的身份将此事通报给神明界的通天司神，或许才有机会复活我那些亲人和重要朋友的魂魄。通天司神一听到这个名字，即便是黑白双煞的鬼王都是感到心中有着无比敬畏，而又站立起来，因为那可是如今神明界中的最强存在。司神只要愿意，便是能够灭杀一切，而且那可是永久性的消失，轮回里也不会有其存在，同时也可以复活一切。只要保留魂魄，那么就有能够将其复活。在整个神明界之中，能够做到万物神灵的消灭和复活的有2位，一位就是如今的神明界掌管这通天司神，另一位便是天古纪元时期的那位传说级的存在无上明神。可是如今明神尚未出现，所以唯有这位通天司神才是萧炎复活亲人的最后希望。我估计想要找司神大人的话，你们得去丰都，不过现在的丰都城中已经一片混乱。丰都混乱？怎么回事？萧炎、林动、沐尘、吴雪他们4人有些吃惊，在神明界这种地方，难道还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先不说其他事情，就说神明界之中有着神明3王看守，而且还有那位通天司神那般恐怖的存在，即便是灭神府那位神秘府主亲临，都不会让神明界这等庞然大物出现什么混乱。可是从眼前的2位鬼王口中得知，现在的丰都中似乎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一般，难道是连通天司神都感到棘手的事情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丰都应该是神明界的核心之地吧，那里应该有着诸多大能看守，难道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此时灵动上前一步，他的那双眼眸之中流转着一片神秘的星空世界，再看向神明界的最深处区域，是有外敌入侵。沐尘惊奇一声说道：那倒不是，有神明3王大人和司神大人坐镇，即便是有造化主神入侵，恐怕也能够让他们无法全身而退地离开这里了。只是现在的丰都城中突然来了非常多的魂魄，一下子便是让的丰都城中瞬间挤满了无数万魂，即使那里已经派出去了诸多鬼王前去帮忙，可依旧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处理好这么多的万魂，恐怕会出现难以逆转的大事。一旦那些万魂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被审判入轮回，将会使得神明界中的规则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个规则受到影响的话，那么将会让神明界出现彻底的混乱，万魂也会变成难以收复的孤魂。闻言，萧炎的手掌不知不觉已经紧握了起来，而他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异常。如果所料不错的话，丰都城中突然出现的大批量万魂，应该就是无量神界以及万兽神界因为被永久性毁灭，导致其中的万物生灵神灵全部陨落，而这些陨落者的魂魄都在同一时间汇集到了丰都城中，并且在这里面应该就有萧炎的爱人薰儿、彩铃、萧灵以及老师他们的魂魄。2位鬼王前辈，我们能否进去丰都城？我想我的亲人魂魄应该就在那里。萧炎诚恳地看着黑白双煞说道。然而2位鬼王却是摇了摇头道：丰都之中可不是随便进去的，而且你们想要进去也进不去，因为在丰都城中有着一道大能的规则，有这规则在，你们一旦进去就会被规则之法所分解。那有什么办法？2位前辈，我的那些亲朋好友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不能失去他们任何一个。萧炎不会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如果有机会复活他们，即便是让他牺牲，也让都不带一点考虑的。望着萧炎那一份坚定之色，而且他们又和神明3王有着接触与认识，既然如此，他们也将能够进入丰都的方法告知了萧炎等人。如果你们真的硬要进入丰都，恐怕只有神明3王的那位神荼王大人才能够帮助你，所以你们先去找明九王大人，再去请求神荼王大人，看看那位大人会不会答应你的恳求。神荼王，这位难道就是神明3王之中最神秘最强大的那一位吗？不过我们猜测，想要让神荼王大人帮忙，恐怕几率很小，但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传闻神荼王大人的实力在明九王和阳鬼王之上，甚至已经触及到了造化规则，实力更是仅次于司神的存在，让这么一位大能者帮忙的话，实属有些困难。黑白双煞鬼王倒是好心的提醒着萧炎他们，虽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到底能不能成功，还得靠自己，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会尽可能的去一试。萧炎自然是不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薰儿、彩铃，你们都要等着我，我一定会复活你们。萧炎早已经准备好无比坚定的决心，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复活不了薰儿、彩铃他们，那么自己也就没有必要留在世间，那就陪他们去吧。什么焚神的传承，那样又如何？自己的爱人和重要之人都保护不了，自己追求那更高的境界又有什么用？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帮你们一把，带你们前往进入3名鬼府的府门关吧。但是一切要切记，进入府门关之后，会经过一群鬼魂森林，只有经过那里的鬼混森林，你们就能够看见神明3王的府邸。
黑白双煞鬼王耐心地给萧炎、林动牧尘他们讲述起前往三明鬼府的注意事项，多谢两位前辈，日后我小辈萧炎会记住你们的恩情，加倍偿还。萧炎拱手感谢，旋即林动牧尘、吴雪也同样一致拱手致谢所魂域的两位鬼王前辈。紧接着，黑白双煞鬼王如同两位穿梭于幽冥与尘世之间的引路人，带领着萧炎、林动牧尘、吴雪四人穿行在无尽的虚无之中，他们的话语中带着一种超然的威严与冷漠，向萧炎描述着神冥界的架构。整个神冥界之中有36域，36座阴森无比的炼狱，每一域都铸就着不同的刑罚与审判，审判着每一个魂魄的罪恶虚无中。隐约可见，这36域域界之间的界限，如同迷雾中的幻影，在这神冥界的最底部区域若隐若现，而且每一域的鬼王都是各自领域的主宰，精通着独特的神明道法，他们的实力强大的令人窒息，仿佛世间任何强大可怕的东西在这里，在他们的面前也不过是可随意扭曲的丝线。当萧炎、林动牧尘、吴雪他们的视线从这一域转移到另一域时，他仿佛能感觉到那些受罚灵魂的哀嚎与绝望在虚无中回荡，形成一股无形的波动，让他的心脏也随之紧缩。虽然只是模糊的看到了只是这36域的一小角，但已经足以让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撼与万分的恐惧。其中锁魂域比较特殊，因为只有这一域是诞生了2位鬼王，其他35域中都只有1位鬼王，而且黑白双煞鬼王的实力在所有鬼王之中虽然不是很靠前，但是也能够进入前30的存在。当萧炎等人乘坐的方舟在经过神冥界的底部区域时，便是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在挤压着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心跳在黑暗中愈发清晰，每一次跳动都像是在敲打魂魄的丧钟。所魂域的边缘已经近在眼前，那里弥漫着一股让人心悸的气息，预示着其中的审判与绝望，使得这所魂域中的阴风更加刺骨，哀嚎更加凄惨。在这里，萧炎、林动牧尘、吴雪等人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比死亡更为深沉的恐惧，那是对未知的恐惧，对审判罪恶的恐惧与震惊。随着黑白双煞鬼王的引领，萧炎他们一步步深入这个由惩罚与审判构成的庞大世界，每一步都踩在自己心跳的鼓点上，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噬着周围的绝望。萧炎他们想要进入府门关，抵达三明鬼府，必须要经过这神冥36域。神冥36域如同明镜般绵延，一座座阴森的牢狱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庞佛是罪恶的容器，装载着无尽的卑劣与绝望，欲火熊熊，炼魂之音伴随着凄厉的哭嚎，震荡着空气，让人心神不宁。即便他们乘坐着方舟，可是每一次的深入其中，每经过一域，那里的怨念和哀嚎便更加强烈，那些魂魄们根本无力反抗，只能在绝望中等待着审判之手的裁决。那些被判定有罪的魂魄面色灰败，身躯在无声的哭泣中颤抖，任由惩罚之火焚烧着他们魂魄肢体，直至化为灰烬。然而即便是在这绝望的炼狱，萧炎的眼中依旧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深知这在这36域的尽头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周围的景象不断变换，但36域的真正边界仿若迷雾重重，无法窥见其中的真实面貌。萧炎他们也仿佛正步入一个无底的深渊，至于那些炼狱中的真实面貌，就如同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留在他们心头漆黑的方舟在虚无的空间中疾驰，仿佛一条穿梭于暗夜的幽魂。36域的景象在他周围飞逝，这里是死亡与绝望的深渊，一切生机与希望似乎都被无情的吞噬。方舟经过间，不同的炼狱中发出求救声，此起彼伏，那些魂魄在无尽的黑暗炼狱中显得格外凄凉，他们的呼救如同从幽深的地狱中飘出的怨念，渴望着一丝救赎的光芒。然而这里不是普通地方，不是说救，一旦谁逆转了神明中的道法规则，那么自身就会被反噬，所以任何逆天改命的企图都将遭到无情的反噬。随着方舟不停地往神冥界高深区域的深入，方舟冲破了一层又一层的黑暗，36域的区域如同重重叠叠的阴霾，被这股不屈的力量一一撕裂。最终方舟穿越虚无空间高深处时，萧炎、林动牧尘、吴雪的眼前突兀地亮起一片幽冥之光，仿若深渊的眼眸凝视着众生。那是神冥36域之外，神冥三王的领域，一个超越常理的世界。在抵达那片神秘之地前，萧炎他们却是瞪大了眼睛，眼前出现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这个与他们所知的世界格格不入。这不是由花草树木构成的森林，而是由一颗颗大小不一、散发着幽暗光芒的晶体组成，如同幽灵般漂浮在空中，随风轻轻摇曳。萧炎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恐惧，这些晶体散发出的光芒时隐时现，仿佛是在诉说着不可言喻的秘密。我们只能将你们送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们自己了。这里便是我说的鬼魂森林了，你们进入之中一定要小心，因为其中有着实力极强的魂王。黑白双煞鬼王的那双眼眸看到那无边无际的大森林时，他们的身躯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大能规则所压制，仿佛这里并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一般。我们不能贸然接近这里，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受到这里神明规则之法的约束，如果我们再往前的话，恐怕会被规则给镇压。当然，这规则约束是针对我们神冥界的所有神灵，
因为在这里有着非常严格而又特殊的神明律法，谁不按照神明律法中的内容，就会被这里的规则之法所镇压。见此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黑白双煞鬼王也是与萧炎等人告别后，迅速的离开了此处。望着那消失不见的方舟之后，萧炎他们才将目光直勾勾的看向那散发出极其特别气息的鬼魂森林。只要我们成功穿过这个鬼魂森林，我们就能够抵达明九王前辈的三明鬼府了。想到这里，萧炎也是非常的激动起来，因为他有一股感觉到自己的爱妻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师他们即将要复活的景象。萧兄，这里的鬼魂森林中散发出非常特别的气息，而且从这些气息上看，那股气息的力量已经达到大道主神的级别。林动神情凝重地望着那巨大无比的鬼魂森林。天哪，这鬼魂森林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何其中所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能够达到大道主神的级别？牧尘等人也都惊呼出声，为何一个鬼魂森林就散发出如此可怕的气息？这神冥界不愧是掌管世间万魂之地，这鬼魂森林非同寻常，不见草木葱茏，生机盎然，而是由无数颗幽灵般的晶体构成，这些晶体大小不一，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似是夜空中最暗淡的星辰，又似是地底深处最孤独的灵魂灵凶。牧尘、吴雪，你们三人要小心一些，这里头肯定有极其强大都存在。萧炎嘱咐了一声后，便是直接掠向这鬼魂森林之中。灵动、牧尘、吴雪紧跟其后，他们踏入鬼魂森林之后，每一步都似乎能听到晶体内部深处传来的低语，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呼唤。森林中的空气异常沉重，充满了未知和神秘的气息，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四周静谧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偶尔有晶体碰撞的声音，却也显得格外突兀。萧炎抬手触摸其中一颗晶体，它们的表面光滑而冰凉，仿佛能吞噬一切触碰的热量。他能感受到晶体中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力量，这是九大界中从未见过的力量。他们继续深入，晶体愈发密集，光芒也愈加耀眼，森林仿佛活了过来，晶体在风中轻轻摆动，发出宛如乐曲般的声音。但在这和谐之中，萧炎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气息，这森林似乎并非静止不变，而是有着自己生命的怪物，随时可能吞噬一切闯入者。这些由无数晶体组成的森林似乎永无尽头，每一片晶体都像是一扇扇通往异界的门扉。萧炎知道，只有通过在这片神秘的鬼魂森林，才能通往神明三王所在之地。在萧炎、灵动、牧尘、吴雪四人深入鬼魂森林之后，每一步都沉重如踏入无形的深渊。萧炎感到一股深不见底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全身，晶体间的光芒在风中摇曳，发出悠悠的响声，宛如远方鬼魂的低语，既诡异又让人心悸。他们的脚步踏在这些晶体之上，虽然隔着鞋子，但也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冰凉而滑腻的触感，仿佛能感觉到它内部蕴藏着的古老秘密。萧炎他们心中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情绪，对这超自然现象有些一丝惊异。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灵动、牧尘等人踏入鬼魂森林深处时，看见前方有一座阴森的仪式台，他们缓缓地走过去时，突然鬼魂森林中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所打破，犹如无数幽魂在哀嚎，声音在林间回荡，阴森而深邃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是无形的手在拨动着生命的琴弦，奏出一曲诡异的乐章。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寒意，它不同于自然界的寒芒，而是带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刺骨而深入骨髓仪式台上的图腾突然亮起了悠悠的蓝光，仿佛古老的力量在此刻被唤醒。萧炎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仿佛有无形的重负压在他们的肩膀上，令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大道神力在体内蠢蠢欲动，却又被这阴冷的气息所抑制。一时之间，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压迫感。不好，这里的气息非常诡异。萧炎的眼皮子一动，双手迅速结印，从他的身体四周散发出了一层五色的火之光芒，这是他体内神火的力量。然后一只手臂搭在了吴雪的肩膀之上，同样他的娇躯之上被五色火芒给包裹而尽，炽热的火焰不断的压制这阴冷的气息。而灵动和牧尘也纷纷催动了自己的祖符和原始法身的力量，各种璀璨的光芒在鬼魂森林中闪耀，与那阴冷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神情凝重，但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即便是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他们也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不然他们也不会被称为炎帝五祖墓主。阴冷的风声呼啸，鬼吼声愈发激烈，整个森林像是要将他们吞噬一般。然而萧炎他们却在这绝境中找到了一丝生机，在他们各自的神物力量与这里的阴冷气息对抗之后，他们体内的大道神力逐渐适应了这阴冷的氛围，重新恢复了流畅五色神怒火莲。舞动大乾坤，超级太初丸。随着他们的咆哮之声响起，声音如同战鼓，激荡在这鬼魂森林之中。随着他们的话语落下，很快吴雪看到一朵五彩斑斓的火莲散发出神圣气息，在萧炎手掌中跃然浮现五色神怒火莲绽放着，犹如烈日坠地，光芒刺目，其周围空气似被火焰吞噬，扭曲波动。火莲周围散发出的能量波动恐怖而强大，仿佛能毁灭一切。与此同时，灵动双手舞动，10道祖符如同夜空中的星辰，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些祖符逐渐融合，形成一片深邃的星空世界，其中星河旋转，力量交汇，仿若能吞噬无尽虚空。星空世界中蕴藏着神秘的力量，
令人既敬畏又神往。牧尘则像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尊法身之神，8座原始法身环绕在他周围，每一尊法身都散发着强大的原始波动，这些法身的力量汇聚成一颗巨大的龙目之珠，悬浮在牧尘的身前。珠子中的力量激荡，仿佛一条巨龙苏醒，准备咆哮天地。来自炎帝、无祖、墓主的3道最强力量相互辉映，紧张的压迫气氛达到了顶点。5色神怒火莲，神秘星空世界，原始龙目之珠，3股不同的力量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奇异的三角，它们之间的能量互动让整个战场都似乎活了过来，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这股力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他们所施展的可都是大咒的神物，威力无穷，可怕无边。